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豆豆果果。或许你们知道这样一部剧吗？3年前就拍完杀青，3年间一直预告打天下，3年后猝不及防上线开播，上线后3个小时就直通大结局，播出速度赛过火箭。没错，这部剧就是没有任何宣发，11月19日空降开播，上线当天放出全集的《狼殿下》。说实话，这部剧我们期待值真的很高，或许是被溜了3年，真的太好奇这部剧是个啥子水平了。于是豆果在看完全集之后，没错是全集，来给大家点评一下这部神奇的《狼殿下》。所以不要再吐槽我们剧不看完就来给你们解说啦。毕竟剧集是2017年开拍的，当年作为主演的王大陆流量和知名度都很不错，但是3年期间流量沉浮，没想到男2号肖战崛起成为顶流，又遭遇风波争议，于是一部顶流演技蜕变剧反倒成了肖战的再出发之作。有一说一啊，作为王大陆的古装处女作来说，虽然有很多烂俗的老梗，但可能也是因为拍摄年代原因，这部剧现在看起来真香啊，真香！哎呀，首先给大家交代一下故事背景吧。杨国的夔州城一直都有一个狼来了的传说，村民们奔走相告，说城外有座山叫狼兽山，山上有会吃人的狼怪。当然啦，传说是假的，但是狼是真的。夔州城城主的女儿马摘星一次意外认识了在狼群长大的狼族少年，还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狼仔。为了不让猎人上山猎杀狼群和伤害狼仔，所以女主希尔就变身谣言制造机，让作为哥哥的代理城主信了山上有狼怪的传说，下令封山。前面我们看到王大陆出场的时候，真的会忍不住想吐槽，这是哪来的野人？这么粗犷的出场方式，配上这么温情的 BGM， 真的合适吗？而且这部剧还求生欲超强的，在凡是有狼出场的画面上都加上了一行小字：出场动物为 CG 制作。不知道是想炫耀后期很厉害，还是因为观众真的看不出来是特效但是奉劝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被这个蓬头垢面不会说话的野人给劝退着，因为到后来你就会发现，狼仔才是真的白月光。希尔拉狼仔下山，想让他感受人世间的美好，可狼仔意外被卷入一场命案，目击者都觉得案发当晚的不明生物，无论是动作还是外貌，都很像谣言说的狼怪。于是所有人都合理怀疑凶手就是狼仔。希尔当然不相信狼仔就是凶手啦，一边对围观群众说狼仔不是狼怪，你们不许这么叫他，他还只是个孩子。群主他不是妖怪，他只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一边为了让狼仔能够躲开恶意满满的人类，所以故意打他骂他，把他赶走。看到这里，心疼狼仔3秒钟，真的是分分钟叫他体会人间险恶。你滚呐！再不走的话，我就让人来抓你，抓你的狼娘亲，抓你的狼兄弟，滚呐！就在机智的女主阐明真正的凶手，还狼仔清白的时候，女主哥哥这个搅屎棍又上线啦。在狼舍山疯狂猎杀狼群，还有女主的铃铛引出狼仔，把狼仔打成重伤，推下悬崖，生死不明。于是女主每天都怀着害死狼仔的愧疚心，直到8年后。但是作为男主角，怎么会没有主角光环嘞？区区悬崖要是真摔死了，也就全剧终了嘛。所以狼仔被梁国皇帝救下，不仅给他治伤，教他10次说话，还把他封为皇子，也就是国王。看到这里，你以为是一个善良皇帝和一个被救下的狼孩间的父子温情线，以及多年后狼仔和星儿重逢后甜甜的爱情故事线吗？不，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部剧不仅 B 级线十分虐恋，就连父子线也充满了心机和权谋。是这样的，皇帝救下狼仔不是单纯的大发慈悲日行一善，而是想要培养他成为自己大杀四方的工具。于是经历了残酷考核的单纯狼仔，8年后变身冷酷狂野的国王。国王成为皇帝工具人上线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被派去对付摘星的父亲马英。皇帝命令国王暗中监视马英，却又给国王的手下另一个任务，就是将马家灭门，唯独留下女主马摘星，想要利用女主来控制马家的军队马家军。皇帝还因此把星儿指婚给了国王，成为了准国王妃。后来的剧情就是国王误会星儿8年前是指使人杀害狼群和重伤他的薄情之人。别傻，
本王不是你能肆意背叛伤害的狼崽。虽然很快误会就解开啦，星儿误会博王是杀害他全家不共戴天的仇人，这个快大结局才解释清楚。你们品，你们细品，一双有情人几经兜兜转转，从两小无猜到天各一方，从情投意合到反目成仇，最后结局还是个 B。男女主把言情小说所有经典古早套路全都演绎了一遍，看剧的我们简直被剧情反复 PUA， 剧情太虐了，博王真的实惨，为了暗中保护星儿，不得不刻意冷落和冷眼相对。为了护你周全，我只能对你若即若离。懂的都懂啊，深言情读者们追剧都能感受到这剧情简直就是早期网络言情套路小百科。但是这部剧唯一一个不离家中找糖吃的理由，除了博王和星儿短暂的甜甜的恋爱之外，就属男二号，也就是肖战饰演的吉冲啦。这部剧当然也不可以放过老套的三角恋剧情，狼仔爱星儿，摘星也爱狼仔，但是他们有误会，吉冲爱摘星，摘星对他只是单纯的喜欢。好家伙，别的偶像剧男二都是默默暗恋女主的悲情人物，是用来被观众怜惜和疼爱的，但是狼殿下却不一样。虽然肖战第11期才上线，但是男二吉冲简直拿了男主剧本，不仅壁咚、亲吻、拥抱了女主，还和女主成亲啦，最后还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简直就是史上最争气男二。总的来说，这部剧因为是原创剧本，这里真的值得表扬啊，毕竟原创剧本真的不多啦。剧情原设定是博王可以兽化，变成武力值 MAX 的狼人，妖姬可以招蛇，但是这些镜头因为太奇幻和血腥，所以广电总局不给过审，只好忍痛删去。据说原来是58集，删减后变成了49集，让看剧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剧情简介的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当然啦，这部剧还有精彩的看点，就是层出不穷的梗。土味台词梗。众所周知啊，这部剧是台湾偶像剧教母陈玉珊导演的作品，王子变青蛙，放羊的星星，命中注定我爱你，简直就是玛丽苏之光，我们的青春回忆啊！在狼殿下中层出不穷的高频霸总玛丽苏台词，真的有古早偶像剧的气息了。比如博王教摘星射箭，接下来要射哪里好呢？射心吧，稳住。你这样是没办法射穿我的心的，对准我的心，射穿，也许里面根本没有宝呢。比如吉冲对星儿的土味情话，但是我希望你也答应我一个要求，让我做你的第2个狼崽。本王乃是国王3殿下。早上好。喝酒了吗？你的笑容已经够醉人了，够醉人。还有吉冲终于不再留恋女主，选择放手的时候，手一握，我只有马摘星；手一放，我又满天星。以及男主男二为了女主大打出手的画面也格外眼熟呢。别打了，你们2个给我住手！住手！你们住手！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住手！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拔罐文。王大陆的嘴很大，你们都懂的。正常的博王是这样的，痞帅狂野，又 man 又 A， 气质拿捏的死死的。但是他嘶吼起来是这样的。吃苹果是这样的。甚至咧嘴笑起来是这样的。觉得我夫君生得真好看，尤其是笑起来的样子。那狼崽就天天对星儿笑。
李沁在采访的时候还这样吐槽：人家演吻戏是那个接吻，然后他演吻戏是拔火罐，然后我就说我在这部戏不想被拔火罐啊！你是说这样的吻吗？说了这么多，这部剧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实景拍摄，那些还在抠图演戏的都过来看看。演员们被集体拉到香格里拉，不仅要克服高原反应，还有顶着高原的风吹日晒以及刺骨的寒冷，但是辛苦总归是没有白费的。整部剧拍出来的质感真的很惊艳，场景很赏心悦目，而且剧中演员没有浓浓的滤镜加磨皮，也让这部剧的质感真实又自然。有一场李沁的打戏，戏中的他因为高原反应，所以眼眶全红，但是也正好很符合当时角色性格和剧情的需要，所以说演员真的吃了不少的苦吧。总的来说，这部剧的槽点是不少，但整体来说算是一部合格的古偶。我们甚至从这部剧中 get 到了王大陆的帅，虽然他的脸那么黑，嘴又那么大，但是真的很少能在古偶里看到这么野性、这么有男友力的男主了。那么这一部《狼殿下》就推荐给你们。不得不说啊，不用等更新连载的剧，追起来太爽了。好啦，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加打开小铃铛哦。那豆豆果果就下期影片再见啦，拜拜。